今天带你完整体验 OpenAI Codex，但是很多人第一次打开 Codex 会发现不知道从哪里开始，所以今天这支视频我会从安装开始，介绍 Codex 最重要的6个功能，包括安装设置、手机控制、Game Mode、Plugin、Skill 和 Automation。第一步，安装设置。首先来到这个 openai.com/codex，然后下载 Codex，安装到我们的电脑里。第一次打开 Codex 不要急着登录先，因为 Codex 有2种登录模式。第一种像是我们平时用 ChatGPT 那样，使用谷歌账号去登录；第二种是使用 API 去登录。如果你所在的地区有这个登录账号的问题，那你可以选择这个 API 的方式。但这支视频我会用第一种方式来登录。登录过后，我们可以先打开这个设置，点击这个 Setting。在这里 Codex 有2种模式，第一种是输出比较多关于这个代码细节，如果你不是想要写代码或者看这种代码输出，你可以选择第二种，然后选择你的工作环境，因为这里重要的是 Codex 需要知道你正在做什么项目，比如这里我已经创建过一个项目了，这样子的话，例如你打开这个项目，不要马上说帮我写一个功能，比较好的第一步是帮我分析这个项目先。让它告诉你这个项目使用什么技术，文件结构是什么，主要代码在哪里。因为写代码之前，理解项目比马上生成代码更重要。第二步，手机控制 Codex，点击 Codex Mobile，设置这个手机控制。你可以在手机查看目前的任务状态、执行进度，还有需要确认的操作。在我们的手机 ChatGPT Apps 里面，点击这个 Codex，给它连接电脑 Codex 的权限。成功连接 Codex 后，你可以在 Codex 这里给它这3种权限，像是 Codex 在运行着的时候，电脑会保持清醒的状态，还有你可以给它权限去操作你的电脑。这些权限如果你有用到，可以打开它。设置好之后，使用手机就能操作你电脑的 Codex。你也可以使用语音模式去操作这个 Codex。第三，Plane Mode，Plane Mode 是我觉得值得学习的功能。很多人使用 AI coding 的问题，会直接提要求帮我改这个，帮我改那个。但是一个功能可能影响到很多方面，比如前端、后端、数据库、API 等等。如果 AI 没有先规划好，可能改了一堆东西，最后发现方向错了，这样子就很麻烦。所以 Plane Mode 的方式就是先问，如果我要加这个功能，你建议怎么修改？它会先给你计划，例如第一步修改哪里，第二步增加什么，第三步测试什么。确认好计划之后，才开始执行。这个做法会更接近真实开发流程。第四个功能是 Plugins，简单来说就是扩展 Codex 的能力。不同开发任务需要不同工具，例如代码分析、测试、开发环境、项目管理。Plugins 可以让 Codex 接触更多工具，就像一个开发者，不是只有键盘，还是 IDE、浏览器、终端各种开发工具。AI 也是一样，工具越完整，能处理的事情就越多。这里 Codex 已经自带了很多种 Plugin。第五个功能 Skill，比如我们添加这个 Canva 的 Plugin，它里面就包含了这3种 Skill，像是 Create Branded Presentation、Resize，还有这个 Translate。或者你可以在这个 Skill 的页面这里去寻找或者添加你想要的 Skill。如果你想要创建自己的 Skill，也可以使用这个 Skill Creator。在聊天这里，你可以直接写 /Skill Creator，然后 Codex 就会帮你生成属于你自己的 Skill。这个 Skill 的玩法有非常多，像是我本身有做视频，我可以用这个 Hyperframe 让 Codex 自动帮我生成视频。第六个功能就是 Automation 自动化，比如一些我们需要重复的工作，检查代码、运行测试、整理文件、生成报告，
这些事情如果每天重复做，就很适合自动化。这个自动化可以结合刚才所提到的 skill，来帮你完成每天需要重复的工作。所以 Codex 最有趣的地方不是它可以帮你生成几行代码而已，而是它可以开始理解你的项目，帮你规划、执行，还有处理开发流程。当然，它还不是完美的，你还是需要判断代码对不对，审计合不合理。这就是 Codex 最值得我们去体验的地方。感谢你收看今天的视频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，我会不定期更新关于 AI 和技术的内容。